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平安。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主持人好，大家好。好，立刻来关注一下哦。今天是抗战80周年哦。那目前在莫斯科这边举行了红场大阅兵哦。那这次大家这么的聚焦，就是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去到了莫斯科出席哦。那我们现在在现场看到的画面，其实稍早之前呢，俄新社是已经有一些快讯出来说，各国的元首是已经抵达了克宫参加胜利日阅兵。那这个是在下午的3点钟，就是台湾时间下午的3点钟，在红场隆重举行这样的一个阅兵仪式哦。那也包含了来自这个中国大陆，还有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以及这个巴西、越南、委内瑞拉等27国的领导人出席这一次的阅兵式。那其中呢，像是中国、越南、埃及等13个国家的方队也会参加阅兵式哦。所以按照惯例呢，普丁呢他就是作为俄罗斯联邦武力最高的统帅的这样的角色，会在阅兵式上来发表讲话哟。那所以我们看一开始这个阅兵仪式一展开的时候，就是目前是俄罗斯的国旗升旗仪式，接着要来为他们当时在2战的时候所牺牲的这些战士们默哀1分钟，并且以传统的徒步方阵来检阅，还有这个军事装备的展示，以及还有最后会有一些空中飞行的表演哦。所以这次大家这么的聚焦，其实我们也看到，所有的这一次参与的元首27位当中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最后一位跟这个普丁在克宫握手的角色哦。而现在目前在红场上头呢，双方呢就中俄2国就是站在这个整个阅兵仪式的贵宾席的最中间的位置。那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俄罗斯已经展开了他们的第一波的这样子的徒步方阵的这样的传统的徒步方阵的检阅，那也是为了要来纪念他们这个2战胜利的不易啊。那这个是目前这个现场最新的一些这个画面呢，我们画面还继续留着来继续往下走哦，因为其实这一次呢，阅兵仪式是在莫斯科的上午10点钟开始哦。那其实看到了，就是有27国的领导人出席。那这一次呢，解放军的这个仪仗队哦，也是规模最大的外国方队哦，就对莫斯科来讲的话，有102人这样出席，所以等一会儿有画面，我们也会随时插播进来。那再来看到了，其实在这个等于说阅兵仪式之前哦，可以看看这个普丁跟习近平在克宫茶叙的时候啊，一起享用了美味的这个柠檬浆果，还有这个馅饼哦，这是俄新社的这个讲法，说2个人的距离非常的接近啊，这样寒暄哦，这个过程当中气氛非常的融洽。我们看这样子的桌子哦，恐怕有一个人要哭了，那是谁呢？马克宏。来看看马克宏的桌子有多长啊？你跟我的距离就在眼前，但是我们却隔了大概有10万个人的距离之远哦。但是你看对比这一个习近平跟普丁的这个，就像是还有网友形容说，像是闺蜜下午茶一样的这个亲昵哦，就是2个人距离非常的近。那没有机会喝下午茶的是谁？恐怕是这一个要哭哭的川普，因为等了半天也见不到习，也见不到这个普丁哦，所以他现在才是真正的这一个局外人的角色。那再来，他们也提到了，就是2个人一起就是说要来这个反对霸权霸凌哦，而且称彼此是亲爱的朋友，强调来对抗新纳粹主义哦。那我们也来看看这个相关的画面哦。他们其实在见面的时候，立刻就握起手来。其实今年以来，他们已经好几度通话，还有视讯，所以这个中俄的这一现在目前的这个关系啊，可说是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峰哦。就双方真的是非常的友好，而且会后呢，就是在会面之后，2个人还一起
宾出席这样子跟媒体见面的活动哦，所以算是记者会啦。那所以看到说这一次这个中俄双方借由这一次阅兵的行动啊，也是让这个大国之间的政治互信日益加深。那其实呢，这个是习近平讲法，说现在目前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政治互信日益加深哦，务实合作关系也与日俱增。那北京跟莫斯科会并肩来面对霸权霸凌。那普丁的讲法是说，我们跟大陆朋友一起坚定捍卫历史真相，来保护战争年代的这些事件记忆，对抗现在形势的新纳粹主义以及军国主义。而且双方呢还签了大概20份的双边合作文件。那接下来俄罗斯也说，愿与这个中国大陆加大这个出口，就是农产品的种类一定会供给给大陆更多。那再来还有这个中俄的政治互信习近平的说法说，这是第11次到俄罗斯了，与普丁共同见证中俄两国的政治互信不断巩固跟深化，见证两国各领域合作芝麻开花节节高啊，他是这样来形容的。那再来我们对比一下。他们现在还包含了要一起联手抗美比方说美版的铁穹计划。法新社讲说克宫讲近期宣布的大规模美国金穹计划也强烈破坏稳定。那声明当中呢，要明确的要求要用于太空进行的这个战斗行动大幅增加，加强这个武器库的准备。他们就觉得说，怎么会这个美国又开始在搞这些事情呢？另外，中俄双方也要在北方海陆加强进一步的互信合作。天然气的话其实中国大陆呢，从2月份就已经停止进口美国的天然气了。它现在是要转向，可能是西伯利亚2号，就是等于说天然气不跟美国买，要跟俄罗斯来买了。那看起来这个等一下这个目前的阅兵状况，我们随时再给大家插播一下。先来问一下帅将军怎么看呢？这个阅兵呢，也要找一个很适当的理由啊。纪念2次大战，为什么俄罗斯很热衷？2次大战大家算一下，抵抗希特勒跟日本的2个国家，俄罗斯死亡的军民是最多的，伤亡代价是最大的。那中国呢？中华民国呢是抗日拖了日本将近100万的军队，因此这个轴心国这场战争里面，俄罗斯跟中华民国是贡献最大。那美国是什么时候参战的？是俄罗斯在斯大林格勒跟列宁格勒完了以后的反攻，造成德国部队开始往后撤的时候，美国才开始加入欧洲战场。换句话说，美国是收割了2次大战的韭菜。所以这一次，为什么现在由习近平代表中国去参加这个盛大的演习？当然是这个纪念会里面的最主要的主角。何况现在中俄的紧密联合在一起，俄罗斯，我跟你讲，交情是不可靠的。这个交情要靠什么？利害关系的压迫。今天美国跟俄罗斯跟中国的敌对，但这2个国家当然紧密的结合，而且最主要是靠什么？互通有无的交易链。中国大陆向来是缺能源跟粮食产品，俄罗斯正好就地供应，这么一来就可以切断美国天然气跟石油的一个断链。这个让中国没有匮乏，跟俄罗斯的连接当然更紧密了。尤其现在面对的是美国现在就陷入什么？因为它的关税政策造成它跟欧盟的联系是已经有点中断的现象，变成这边团结成一大股力量，那边呢有点分崩离析。所以这个东升西降啊，不是随便讲的，是应该看2、3两大势力的结合，加上第一大势力的慢慢的旁边的友盟的分崩离析啊，就看出来未来世界的权力结构啊，就变成2极对抗。2极对抗里面，那么中国的科技经济的发展、制造业的发展，补足了俄罗斯的军武发展，这个会变成一个很强的联盟。现在欧洲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东西。如果俄罗斯跟中国聪明的话，借此机会拉拢欧盟，脱离美国的干系的话，这个世界的霸权会有改变。好，来请教亮哥。我觉得现在因为俄乌战争还没结束啦，所以我认为很多国家是看中国的面子来的，不然应该会更惨，会更惨啊。
那习近平当然到俄罗斯，他是要去4天啊，4天的3夜，那应该还会包括跟其他领袖的见面，那基本上你刚刚念的就包括太空合作嘛，那基本上基本上已经进入了军事技术的合作那搞不好有些项目是故意没有公开，比如说另外那个北极圈他也讲到了，对，这2个其实美国都会非常敏感。我讲的是太空合作，还有北极圈我基本上也难以想象他们没有提到俄乌战争可是只是没有对外讲比如说总要讲一下美国跟俄罗斯进展的状况吧因为目前俄罗斯其实跟美国，现在川普就是他只要一不顺就翻脸，现在川普又要求要俄乌停火30天，那俄罗斯也不理他可是川普就又开始讲什么2级制裁又开始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之下，俄罗斯无论如何当然要稳住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了，这是必然的那我觉得这个场应该是中国大陆有关2战的第一个场。我觉得中国大陆9月3号应该还会办自己的场，对，因为那个才是亚洲的部分嘛那这一场没有错啦，就是中国跟苏联在2战真的是双方是投入最久的啦。事实上，在偷袭珍珠港之前，苏联就已经帮国民政府打日本了，之前就有了。那后来就帅将军讲的嘛，中国牵制住了日本的部队，所以使得西伯利亚的34个师可以移到莫斯科斯大林格勒那这个对苏联来讲也是高度的重要那当然也包括苏联后来真的就加入了东北战场所以坦白讲，这2个国家2战是我认为是投入最深最久的啦。事实上，你去看美国美国事实上投入1942年到欧洲战场，他是先去北非然后接下来你就看到他去意大利，都是从那个要登陆嘛，北非之后，然后意大利，然后后来最后才是诺曼底登陆。那他明明就已经进入法国了，还故意不去柏林柏林还是苏联打下来的死伤惨重所以我认为美国2战是美国当然参加是欧洲能够逆转的原因之一啦，可是投入更多的可能是苏联所以这个历史一直没有被公道的处理了尤其在台湾根本不太知道嘛。实际上2战牺牲最大，然后打的规模最大，投入最大的真的是苏联我讲的是欧洲战场所以普京当然要办这一场嘛他80周年要掌握历史的论述权那我认为习近平在这一场之后9月3号应该也会在北京办一场那所以他这一次他发表的那个文章就直接从2战讲到那个两岸统一的问题嘛因为这个就简单讲就是2战的论述啦那结束的时候到底台湾是怎么定位的我估计我们赖清德那个时候不敢开记者会了你说9月3号是不是？对他怎么办？请问台湾有没有光复节请问他是站在中华民国政府那边，还是站在日本的殖民地这一边所以我觉得其实赖清德对于自己这个不方便的议题最好不要讲话了就让他去讲欧战嘛这有点不伦不类了对，你应该要讲亚洲的战场才对嘛大概是这样好，请教左老师。好，我注意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外交部最近这2天的声明讲到，就是说基于这个开罗宣言、波茨坦这个宣言，台湾澎湖归还给中华民国。那么其实我认为这个就是我们一贯以来中华民国政府所秉持的立场，这一点当然应该肯定外交部以及最近陆委会的发言也是
讲同样的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这是肯定的，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既然外交部跟陆委会都肯定了所谓不存在台湾地位未定论，教科书是不是要修改一下啊？我们自己的教科书还在说我们的政府有没有这个享有台湾的主权是一个未定的、未知的，这不是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情吗？所以我认为啊，不要只是在这个时候发表了一纸声明，要落实在我们的教科书，让我们的国民都了解到中华民国的一个光荣的历史，以及中华民国在跟台湾的一个紧密的关系。那当然，第二个要讲到就是说，我觉得这一次啊，虽然这个习近平访问这个俄罗斯，是这个所谓参加这个80周年的这个卫国战争胜利日，但是他也是同时进行国事访问。最近这2天，莫斯科时报特别报道，就是说西伯利亚2号这个天然气的管线会再一次展开啊，就是说这个谈判可能会这一次会有很大的推进。那么最后呢，很可能就不会在这一次签下来，但是看起来会有实质的进展，说相关的公司企业已经在谈判了。那西伯利亚2号其实一直是一个争议性非常大的一条天然气管线，主要的原因是2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价格的部分。因为俄罗斯方面主张就是说，他希望用的是国际价格卖给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主张说这个应该用国内价格卖。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修的这个路线其实非常的长，所以说其实它的成本其实非常高。因为大家如果知道西伯利亚2号它的这个天然气的来源是在亚马尔半岛，亚马尔半岛在哪里？在北极圈边上。所以是那么远的路线，那个地方拉进来，拉到中国来，所以在俄罗斯境内有4000公里，在中国大陆有4000公里，这么长的一条管线，那个费用很惊人啊！如果你卖的那个是国际价的话，那当然对中国大陆是不划算的。第二个，当然因为这里牵涉到双方的费用的分摊嘛，这当然是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第三个，可能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按照原来的这个设计是要走蒙古的，那走蒙古的话，大概可以一共缩减2000多公里，可走蒙古的话，就牵涉到蒙古跟西方国家的关系很密切啊。那会不会到时候变成中国大陆的这个天然气的来源会受到蒙古内部政局的影响？好像现在俄罗斯的天然气走那个乌克兰，现在就没有办法再运了嘛。所以这些情况当然就会使得西伯利亚2号，这个西伯利亚力量2号现在陷入这个搁置。但这一次据说是有推进。但我到底有没有结果，我就不知道，因为过去中国大陆对这个的评价一直是没有公开的这个说法，可是大家都认为说中国大陆是比较保留的。一个关键是美国现在正在跟这个俄罗斯谈天然气的合作，要恢复让俄罗斯把天然气卖到这个欧洲去，而且美国公司还要入股。我觉得这个当然会是一个非常震撼的消息。那当然这个就会去影响到俄罗斯愿意把西伯利亚的这个天然气卖到中国的这个降价的意愿。那这个当然也是会影响到中国大陆愿意承接的这个意愿。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关注这个印巴的冲突哦，现在更加的激化了。在喀什米尔大城的查谟传出了爆炸，那这个印度的军方消息人士说，他们的军用设施被攻击，怀疑是遭到了巴基斯坦的无人机攻击啊。那巴基斯坦就说他们击落了25架印度的自杀无人机啊。那再来，因为最近大家在讨论到底有没有这个印度的一些什么标风战机啊，这样子被击落的这种状况哦。印度是讲说这个是拿旧照来发文哦，这一张是2024年9月份坠落的米格29的旧照片。他说啊，这是明显图文不符啊。但结果呢，现在路透社也有2名美国官员证实哦，就说其实呢是有击落掉西方的战机，就是有包含像是一名
名法国的高级情报员也是这么说，所以其实看起来这是阵风，这个标风啊，就都有不同的翻译方式。这是首次遇到了这个战斗上面的一个损失哦。那再来，这个美国官员提到说，巴基斯坦用歼10击落了印度的阵风哦，不是用 F-16哦，还特别强调哦，这个不是 F-16被击落，所以赶快撇清啊。现在大家觉得说，可能被巴基斯坦的这个歼10击落下来，真的是造成了这个股价上面的损失哦，也造成了这个法国的军武被人家打上了一个问号。那反过来，在大陆也有非常热烈的讨论，他们这个微博热搜的第一出现了巴基斯坦空军为何如此强悍？那军事专家就讲到了，因为他们的空军啊装备了 F-16战准以及呢歼10暴龙，还有这个枭龙17雷电。这几款这个第4代战斗机，那这些飞机是具有较强的空战能力。那这个欧洲这个最先进的空战自卫系统算是失效了吗？如果霹雳15使用了频率便捷，然后低可探测性的这种引导波段再以呢这个辅以地面和空中双向的资料链修正轨迹，那么呢类以战斗机自保的核心系统就没有办法构成真正意义上的防护了。所以看起来这样子的一场战争，大家就看到了哇，中国大陆的这些武器竟然可以是这样子用辅助性的方式，我瞄准你，结果它发射这样子的模式真的让大家觉得哇。这个非常的惊讶、跟惊艳、跟惊喜，让西方国家震呆了。那所以看到了成飞的股价已经接连2天的喷涨甚至还飙涨了20%，就是因为这个歼10 C1的战机是由中国的航空工业集团旗下的成飞，这个成都飞机工业公司生产的，所以他们的股价还一度飙到了20%。那另外呢？中国大陆的空军也首度去到了非洲参训，包含了歼10 C 空警500以及运油20远赴埃及，这也是首次呢派到了非洲这边这个体系式的这样子哇一整群这种整个体系过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参训行动。那印巴冲突接下来的下一步就是他们同一天官宣，接下来包含了像是导弹水雷式弹是不是要从空中打到这个海上去呢？两国合计大概有300到400枚的核弹头，那还有包含了这种战略轰炸机。两国虽然没有，但是他们都是用战机来改装的，还可以搭载核弹。那印度拥有射程500公里的这个潜射弹道系统的这个核潜舰，那射程是达到了8000公里，可以覆盖巴基斯坦跟中国大陆全境这样子的烈火洲际弹道飞弹。另外巴基斯坦呢则是有这个射程2750公里的弹道导弹，以及这个射程450公里的这个潜射巡弋导弹所以看起来双方也开始在秀这个你的导弹数量跟我的导弹数量是多少，看起来还没有完那巴基斯坦的部长甚至还讲说，这个4月22号印度喀什米尔山区景点发生的攻击事件，其实就是印度他自导自演的一个假旗行动所以他们认为是印度有意把这一个冲突给升级的。那目前美国国务院是赶快出来缓颊，说希望呢这个赶快停止这个暂停所有的暴力，但是看起来这个水很深不知道到底印度挑起这样子的一个假旗行动会是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盘算我们首先请教一下亮哥。这个空战，我认为是明显印度输了啦。可是印度连那个法国都出来开记者会，说不是我们战机不好，是印度的飞行员有问题。你就知道是多么没有面子的事因为法国的这个标风战机印度在今年4月刚买了26架，一架是2.85亿美元中国大陆的歼10 C 巴基斯坦买的时候一架大概是1亿美金那后来又卖给埃及嘛，一架是8750万，8750万美金那印度怎么会这么糟糕这个因为双方并没有越界，所以并没有所谓的空中缠斗，不是这样，所以有人就认为是
我觉得就是中国协助的啦，它是整体的数据链整合产生了一种战术啊，就说它是红旗9B 防空飞弹锁定了印度的战机，那印度就在以为是防空飞弹要打它，可是这个数据呢就传到了预警机，对，那预警机当然就传给了歼10C 嘛，结果是歼10C 射导弹，然后那个预警机再去调那个导弹飞的方向。那霹雳15是这样，因为它可以射150公里嘛，那到了最后那一段，它还有主动雷达可以调整它的方向。这4个如果加起来，那就不得了啦。这个叫做那个 A 锁定，然后 B 射出，然后 C 来调那个导向嘛。最后那个飞弹本身还有主动雷达，这个已经构成一个战术面了。那如果这样可以打下阵风啊，那法国的飞机以后谁要买啊？而且这个实际上是构成一个极大的挑战。为什么呢？因为印度是杂牌军嘛，他的飞机是法国的，而飞弹是英国的，预警机是以色列的啊，然后防空系统是俄罗斯的，所以它数据连不起来。所以这个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以后人家要买武器系统，要么就买中国整套系统，俄罗斯整套系统，或者美国整套系统。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对法国未来的军工的出售会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哦。而且巴基斯坦这样玩，等于是把印度那个空优神话给打掉了。其实这个影响会相当深远啊。好，来请教沈将军。刚刚曾亮讲的没错，我很早以前在节目讲，这个印度的建军是没有计划的，东买西买，他为什么这次会输了？没有 data link。对，为什么我讲这个话呢？我们当初买幻象来就常饱受这个痛苦，因为 IDF 跟 F16它是 link 16，但是法国的幻象就不能够共融。对，如果不能共融的话，就没有整个作战图像，就消息互相不通。那这次歼10C 等于是把印度所有的机种都打了一半，打下米格，打下幻象，打下标风，就靠了刚刚讲的 A 射 B 岛。它不但是 A 射 B 岛，还加 C 矫正，加最后的主动，它有4重保障，让这个飞弹精确的命中你的敌机。相反的来说，印度就没有这个 link， 也没有这个旁边的补助系统来完成一个完整的作战。双方都在没有出国境线打的话，就是4距外的战争。4距外的战争就更要靠地面、空中各方面的电战系统把你锁到敌人。那个，因为我们有幻象，这是打下来就是魔术飞弹。他的法国幻象的飞机就是后来标风的前身，所以你看歼10C 是前一代的飞机，打到现在欧洲最红的标风，欧洲各国都要买标风啊，这次还要不要买啊？这个问题大了，我跟你讲，现在巴基斯坦要聪明的话，我们把 F16拿出来对一下，因为美国坚决不让这2个国家 F16出来见面，F16 再被打出标这个歼10C 的话，美国军火市场也崩盘。现在美国市场 F35B 还不敢拿出来真正对抗，跟这个解放军的歼20试试看，他们我没有空嘛。所以这个东西啊，战场上实战经验是太残酷了。所以你看，欧洲法国的股票开始往下掉，陈飞的这个股票往上涨，这是很现实的。所以我讲现在的战争，各位不要再去看那个捍卫作战那种 dogfight， 没有了啦。现在就是看谁的雷达看得远，谁的卫星导航的准，谁的飞弹设计的射距长，飞弹又能够接受防止干扰，而且能接受这边的指令，这方面才是空军的战力。千万不是看到飞机在那里互咬。那因为海峡空战也是很远就发生，很远都是4距外嘛。讲良心话，船上的驾驶员、飞机上的驾驶员根本没看到敌人，对，就在雷达幕上就开始打完这个仗。而且我们幻象还不连通的话，那怎么办？所以幻象还是标风的前几代啊。对啊。
所以你像歼14C跟我们的幻象对上，我上次节目就讲了，我们的幻象赶快处理了，因为飞弹也过期了嘛，飞机 link 也结合不上实在每年的保修维修费用比买美国的 F-16还贵。好，那我们来请教左老师。好，这个现在战争的这样双方冲突的规模不断扩大。第一个，你看地理范围，原来说只有在这个克什米尔，现在已经比方巴基斯坦这边，拉合尔跟克拉吃都有传出有受到攻击。那印度这边到旁遮普省，甚至更往印度领土深入的地方，都有看到攻击。第二个，现在除了原来讲的这个就是标风战机哈，因为现在最起码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达索公司已经确定，最起码是1架下来了，这是达索公司自己已经确认的事情。对，那到底是不是3架，还有待进一步证据，但确定是有1架是下来了。那现在最新的这个消息是什么？巴基斯坦又打下了印度25架的这个无人机，然后印度现在打下了1架巴基斯坦的战机。那既然报道现在各方面报道还没有这个一致，因为有的是说打下了3架，有的说打下了1架，有的说是打下了1架战机2架无人机，然后有的是说还打下了1架这个空中预警机。但是那1架战机到底是什么样机型，现在也还没有确认，有的说是 F-16。所以现在新闻大概很混乱，因为这个都需要双方有一定的这个证据，比方打下来了，飞机残骸在哪里然后落在哪里？现在是说这架战机是落在印度的旁遮普省因为在前一波在这个就是标风战机被打下来那个时候，说是在印度境内被打下来。但如果现在巴基斯坦这一架这个 F-16，假如是 F-16的话被打下来在这个印度的境内。那这也有反映2件事情：第一个，巴基斯坦的空军进入了印度的领土；第二个，因为原来是说美国是禁止巴基斯坦使用这个 F-16跟这个印度对战，那结果巴基斯坦使用了 F-16进入了印度的领土，所以这个到底真实性如何？到底这个有没有这个跟美国跟巴基斯坦这个武器交易的这个合约冲突？我觉得这些当然都有待进一步的求证。但现在大概新闻都在现在下一步新闻都在看说到底是有几架战机，几架巴基斯坦战机被打下来，哪些机型？但可以肯定就是说，未来这场冲突要怎么收场？两边都不希望升高，可是两边都没办法收手。所以呢，现在你看非常有趣的就是，本来美国跟巴基斯坦跟印度都很好，美国政府拜登政府也承认了，他跟两边都可以通话。现在这个卢比欧跟巴基斯坦的总理通话了，跟印度的这个外长通话了。可是美国没有说他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结束这个冲突，反而现在比较明确说要这个调停的是俄罗斯，这个非常有趣，因为俄罗斯是印度主要的这个武器供应商，然后俄罗斯的这个向印度出口的这个石油是印度进口的这个40%，就是印度所有进口里头40%是来自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这个当然很惊人啦。所以印度跟这个俄罗斯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巴基斯坦反而跟俄罗斯关系不太好虽然最近有一些改善啦，但是传统上来讲呢，巴基斯坦因为这个跟中国的关系，过去在冷战时间跟中国的关系，所以就变成跟印度不太好。最近他还出售武器给乌克兰，然后呢还有这个声援了乌克兰，所以他跟俄罗斯关系稍微没有那么好。但是看起来，如果俄罗斯变成是唯一一个境外强权要调停的，那看看下一步是不是真的可以发挥效果。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来看一下现在目前英国跟美国已经达成了这个关税协议川普8号的时候在白宫的椭圆办公室召开了记者会，宣布已经跟英国达成了协议了呀。那所以这也是他这个4月2号宣布解放日的措施以来36天来首度达成了跟这个第一个这个国家谈成了贸易协议，也就是英国。那其实呢，这个英国现在最大对美的出口商品呢，
汽车现在目前被美国征的关税是25%，接下来会大幅降低到10%。那另外呢，卖到美国的钢铝关税是调降为0。那 BBC 的报道是说，作为交换呢，英国将要取消或是调降对于 Amazon 这些美国的电商征收2%的数位销售税哦。那本来呢，就是在这个税率之下，大概可以替英国增加台币约329亿元的税收。不过英国其实不光是得要调降这个，还得要买100亿的波音飞机哦，这个代价，看起来也是，这个美国现在可能主力推销的这个就是波音啊，台湾应该也是啊。那再来看到了还有美牛，川普讲到说，这个协议也涉及了数十亿元的美国出口产品，包含了美牛、乙醇，还有农产品，另外还有美制的化学品、机械以及工业产品出口也都已经添加到了协议当中。所以呢，他觉得这谈得非常的成功，他非常的满意啊。可是这个我们看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出来吐槽啊，就说那不过是障眼法而已啊，那就是用意要在于，就是这是一个示范。要让那些容易受骗的人他就是要用这一个，川普2.0关税啊是有效的呀，他就是要用这一个来作为一个样板，然后未来来说服你之用那再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税战其实这个不是问到了贝森特说是谁联系的吗？他支支吾吾讲不出来，现在范斯出来讲。范斯说是中国主动联系的，不知道是真是假因为他其实贝森特第一时间讲的话恐怕才是比较真实的那我们另外看到大陆驻美大使馆就讲说，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举行如果美方真的想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就应该要停止威胁施压。那这一回呢，其实双方的谈判的这个主要核心人物呢，一个中方是何立峰，那美方是贝森特那就被形容为是经贸沙皇对战了这个避险高手啊。大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呢，到瑞士跟贝森特会晤。那贝森特其实呢，就是大家知道，过去他是在索罗斯嘛，1992年的时候狙击英镑一战成名的要角那这一次他就出任了川普2.0的财长任务，说是要把美国再次伟大，这民粹派的经济学那所以他这个角色大概是如此，就也是深得川普信任。那何立峰的话是厦门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也是这个等于说经济政策的核心人物，一路是跟着这个习近平这样子往上走的所以也有经贸沙皇之称啊。所以这一次到底会谈出什么样的结果，大家也在这个继续关注不过我们看到日本的媒体就讲说，其实7年前的经贸战双方谈判就耗时了1年8个月，就指中美双方这一次呢，双方都有面临到一些问题，还有国际情势都比上一次更加的复杂，双方都不愿意先让步所以恐怕不止1年8个月，时程上应该还会更久一些。另外看到了这个川普是不是一边在谈，一边又在那边放消息呢？他就讲他又变口就改口了，就讲说现在这个145%对中国大陆的关税要下调到50%，本来前一天说不改那在前些日子又说要降所以他这样子已经反复变了2-3遍了。但是这是不是一个谈判招数呢？是不是企图想要影响谈判结果呢？那还有这个现在目前川普取消了拜登的 AI 晶片出口管制措施，所以包含了辉达等晶片股都是上涨的反应。那黄仁勋也提到了，错过大陆的 AI 市场是莫大损失因为光是大陆的 AI 市场的商机就高达了1.5兆元。那苏姿丰其实这2位我们台湾都不陌生都是那台湾这个媒体喜欢报道的台湾之光。那苏姿丰呢，身为这个 AMD 的这个等于算执行长嘛，那他说中国大陆的 AI 市场是有巨大商机的，也就是说他们在第一线来看是不愿意错过大陆的 AI 商机的。那这个美国不知道他们会自己接下来怎么做，因为业者都发出这样的声音。那我们来问一下亮哥，这个美国跟英国的贸易谈判从英国脱欧之后就开始了，所以这个绝对不是现在才开始谈的那之前都一直没有结果，因为英国非常强硬那这一次到了最后阶段，据我了解是最后11个小时，川普介入
做了大幅让步。因为英国对美国坦白说了，它主要出口是服务业啊。英国跟美国的贸易大概是1900多亿英镑啊，可是里面有1300多亿都是服务业，所以货品贸易本来就不多了。对啊，那美国得到的是什么呢？英国要的就是你把我的汽车关税给我降下来嘛，那这个部分川普拍板，钢铝也降税，这个是英国得到的啦。那美国就是要求农产品要能够进去嘛。那英国后来对牛肉的关税降到0啊，可是他一年只买13000吨，这其实非常少哦。你知道韩国一年跟美国买多少牛肉吗？23万吨。所以你从这个数字你就可以了解了。那另外电商，英国到现在并没有直接说那个数位税它要降到0啊，他说会调降。所以你说这个有怎么圆满吗？因为美国对英国科的对等关税本来就只有10%啊，所以你用这样的国家来做例子，坦白讲，亚洲不能比照了。亚洲都是高度的货品贸易的顺差，这个是川普的重点。对，英国不是货品贸易，对，是服务业啊，所以我觉得不能类比了啊。那另外到底是谁在说谎啊？那100%是美国说谎嘛？因为何立峰本来就要去欧洲访问，他就是有3天多要去瑞士，然后接下来要去法国，对，就是这个行程早就排出来的啊，就是5月9号到12号去瑞士，然后12号到16号要去法国啊，是贝森特知道何立峰的行程来蹭饭的。你懂我意思？插花蹭饭，就说人家要去瑞士嘛，那贝森特就说啊，我也来好不好？那何立峰就说欢迎你来啊，就这样啊。所以是谁？我坦白讲，这个我要讲应邀我都不好意思说啊。连一个就是说好了，你要来谈就来谈嘛，就这样啊。所以范思话不用理了啦。范思讲话本来就很多假话了所以。那你说川普吧，他说贝森特你不可以给我先降税，结果自己降了，145要降到50啊，听说下礼拜要宣布了，可是这个也没有意义了，因为关税我讲白了，大概超过30%，大概就生意很难做了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有讲等于没讲，就随他了是吧？其实你如果严格从对等关税的角度看川普从4月2号宣布到现在一事无成啊，因为美国跟英国并不是对等关税的问题，那个他们本来就一直在谈，那我觉得要从亚洲国家看才是真的啦，那中国跟欧盟显然是完全看不到机会，所以我认为还会撑好一阵子了。好，来请教左老师。现在看起来，当然在日内瓦的谈判是很关键的，但是也不能抱以太高的期待，因为现在双方其实都已经放出话来，就是认为说呢，不要期待这个一次就能够谈出一个大的成果。事实上，我觉得能够把下一次谈判的时间敲下来，建立一个所谓的双边工作组，我觉得已经算是有突破了。那当然，如果能够进一步在一个小范围的这个商品有一个具体的这个免税啊或者减税啊，我认为这就是大的突破了。因为在现在这个关税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贸易的存在嘛。那这种不可能有贸易的存在，其实两边都是同受其害啊。那所以当然，任何一个解套，其实对于两边都会有帮助。那因此，当然，我觉得这个是这一次谈判里头，大概我觉得不能有太高期待的地方，就是说，因为现在要谈的东西那么多，而且还有一个更复杂的事情，就是说，会不会是不是只谈关税的问题，只谈贸易的问题，只谈经济的问题，要不要谈安全的问题？那他会不会把安全跟经济绑在一起？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其实川普最关心的是经济的问题，是美债的问题，但是他会不会把这个也放在谈判桌里头，或者是要看两个谈判战线上它的相互的这个相互的支撑。我觉得这个其实都会为整个谈判能不能得到结果带来一个不确定性。
当然，倒是川普一如既往，他又说他觉得看这个日内瓦谈判的结果，有可能会跟习近平通话，所以他是这个不断的创造事实。有人说他就不断的创造事实。其实你看他有一点很重要，他的一举一动在这个整个谈判的这个推进上，他是看着华尔街的。很多人说他第一届看华尔街，现在不太看。我认为他还是看华尔街，因为这个会影响到他到底能不能继续得到大家的支持，他的各项政策能不能有力的推进。之前像这个美国的这个叫 Rand Paul 那个参议员说在这个参议院要取消这个川普的关税，说这个总统没有这个权利去加征关税，只有2个这个参议员支持他。如果你华尔街都翻过来了，那我看就不是只有2个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川普他必须要。他为什么不能够就是忽略华尔街的反应，一点很重要的那当然，我觉得最后这个谈判能不能够推展，还是美国自己想象的是什么。我觉得美国还是希望大陆在这个政府采购上能够有更积极的作为。回到谈判的起点，川普一开始就讲了嘛，那个2020年那个第1阶段的那个谈判就是贸易协定，然后要充分的落实。那里头的关键就是中国大陆对美国的采购嘛。所以这个里头包括刚才讲到的天然气也好，或者是大豆啊，或其他的这些农产品，大概都是最起码他认为希望看到有一些具体行动的部分。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双方谈判的一个重点。好，来请教税将军。我觉得双方这个互动里面，中国可以再忍耐一下，就是讲让子弹再飞一下，给你拖到7月，你这个美国国内市场的反应就会出来。让物价会上涨，关税这个战就差不多了。因为到现在为止，英国跟美国的这个贸易逆差是最小的，都搞了这么久才谈出来，赶快要给全世界展示我有成就。事实上，现在真正美国关心的是2个，一个欧盟，一个中国，这是2个最大的经贸团体。如果这2个谈不下来，它的关税作战就等于是报销了。所以现在欧洲也有点在观望，现在连日本跟韩国都在有点拖拖拉拉，所以现在急的应该是川普，而不是中国。所以范斯这个乡下佬口不择言，非要栽赃在人家头上，那为什么迟迟不跟你谈呢？所以这个问题啊，这个11次电话，请你把任何一段电话录音公布一下，这不就成了吗？所以这个问题啊，心虚的才会大声喊所以我觉得，真的中国代表可以，何立峰可以不见，也可以见，那只是为了风度的问题而见。见了我敢说谈不出什么东西来。这中国已经先放话了嘛，你要取消制裁，我们才开始谈嘛。这个前提不达成怎么办？而且中国享受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全世界都已经在关贸协定下面 WTO 下面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今天你要来变，谁都受不了嘛。对，所以这个东西不管欧盟喜不喜欢中国，在这个关税作战上面一定会采差不多相同的行动来抵制你美国这样搞。所以我讲，川普的关贸作战越往后走越不利，所以6、7月我觉得就可以看出一点征候了。因为现在货船也不去了嘛，对，物价空，收货架上是空的，对老百姓是很大一个恐惧啊。各位不要讲我们日常生活用品你不在乎，卫生纸一段，你想想你用什么东西擦屁股，你就很恐惧了。对，那时候卫生纸对你现在文明人已经习惯了嘛，你还能用石头、树叶嘛？对，这个问题就是你不要小看日常生活用品对一般中下层的老百姓的恐惧。那个是马上兑现的，对民心恐慌对的话，你像我们电网一断，马上你知道停电的痛苦。